这里是京都岚山的佑斋亭，原本是一个小众景点，但因其神似琉璃光院的窗影造型，现在的热度也逐渐的攀升。虽然今天去这里的时候叶子已经掉了很多，但仍然感觉还挺美的，尤其是在这里拍照非常的有创意。今天坐公交车再次去岚山。去岚山坐公交车非常方便，直接就到了。公交站就在渡月桥边。吹落了叶子，但是这些地方还有一些单株的。刚过了几天，岚山这边的红叶已经掉了大半了。不过今天天气很好。是电动的吗？你看差别多大呀！那天在这位置多红啊！上次来岚山的时候看到过这个佑斋亭，但是没有进去，因为当时刚去过琉璃光院，都说这个跟琉璃光院很相似，加上门票是2000日元和100人民币，觉得有点贵，就没有去。今天路过，还是决定进来了。来这里的人基本都是打卡拍照的。这个佑斋亭是一座拥有150年历史的明治时代的建筑。有很多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可以拍这种窗影的照片。现在这个佑斋亭属于染色艺术家奥田佑斋，这条衣服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作品。现在来到了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窗户比较有特色，圆形的，圆窗上有不同的窗格，很有艺术感。不同的时间段，光打进来的效果不一样，看上去确实挺特别的。参观的人都会顺序排队，然后坐在这些桌子前拍照，拍完这个位置移到下一个位置。如果是拍照片，确实效果很好看，不过如果拍视频，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么一个画面。感觉这种创意其实很容易被复制。仔细看，外面的红叶其实掉得差不多了，但拍出来的仍然很有艺术感，也有一些绿色的植物。感觉屋里光线暗一些，拍出来的效果反倒更好看，有点像小时候看到的万花筒。和上次拍过的琉璃光院相比，这边拍摄的造型有点不一样。另外这里也有一个地理优势，可以直接看到岚山的美景。除了在室内参观拍照，还可以上楼，在阳台和庭院中欣赏美景。可以坐在这里品茗赏景。下面就是贵川。这条河非常的绿，据说更早以前，在平安时代，这里就是被当作王公贵族的避暑胜地，再次欣赏四季的流转之美。后来这里被改造成料理旅馆，叫千鸟。因为岚山这个地方聚集了很多的风雅名士，包括京都的一些名妓也都到这里表演。这里也曾是川端康成最爱下榻的地方，风景确实很美。除了像和玻璃光院一样拍窗影，这里还有另外的特色，就是拍这个水镜倒影。有一个方形的大池子，池子里灌满了水。对，再往远处一点地，可以在这个水池上拍倒影。而且拍这个水滴倒影更有创意。看看我们是怎么拍摄的。如果只看最终的效果，很难想象原来是这样拍摄的。
最好是2个人互相配合，一个人滴水，一个人拍照。还可以拍个慢动作。这个好看，漂流的。你觉得这个幼斋亭和之前的琉璃光院相比，哪一个拍照更好玩呢？全吧。蓝山是值得多次来玩的，因为这里可玩的地方非常多。路过了这个小院子，里面原来是个酒店。没想到这个院子里面的树还那么漂亮，有黄的，有红的。看这棵红枫树，叶子多漂亮！这个蓝山离市区交通非常方便，基本半个小时就能到达，所以当地人也经常来这里玩。这边还有一个宝岩院，宝岩院是坐落在世界遗产天龙寺的旁边。也有人说宝岩院算是天龙寺的分院。和天龙寺相比，这里比较安静，可以说是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也是春秋2季开放，平时不开放。这里的庭院非常著名，被称之为狮子吼之庭，是由2度前往中国的侧颜周良禅师借助蓝山的风景规划设计的一种回游式的庭院。宝岩院里有300多株红枫，和院子里嫩绿的青苔和这些古建筑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画。不过还是晚来了几天，这里的枫叶掉的也差不多了。如果赶上枫叶正好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里的风景非常美，也算是京都红叶季的一块风水宝地。不过即使已经是深秋了，这个庭院也还是挺美的。这里每年红叶最盛的时候，还会开放夜间的观赏活动。我们这次没有赶上，应该已经结束了。旁边就是天龙寺，天龙寺门口就是蓝山最热闹的街道，很多的餐馆、小吃街。这里有好多的网红餐厅，都要排队。车站也有很多的小吃，不贵。我们也吃了2、3种小吃。其实今天主要是来拍这个幼斋亭的，因为蓝山这边的红叶基本都快没了。回到市区，我们又来到了2条城。这个2条城也叫2条寓所，是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这个2条城建于1603年，现在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米，有个高大的围墙。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主要是本丸御殿和二之丸御殿。
这个建筑里面的地板非常有特色，叫立鸣地板，人走在上面会发出黄莺鸣叫般的响声，而且即使非常小心地走也能发出这种声音。现在看到的就是二之丸御殿，一共有6栋建筑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到里面参观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里面不能够拍摄和摄影。御殿旁边有一个回游式的水庭院，水亭的周边都是高低错落、组合有致的各种树木和植物。二条城里有很多的樱花，是京城首屈一指的赏樱圣地。不过现在来的不是时候，看不到樱花。现在进入到的是本丸御殿区域，不过这里正在维修。以前这里也发生过火灾，当时的天守阁也被烧了，这个就是天守阁的遗址，可以登上去看一下整个的二条城。这个二条城里有好几个庭院，基本都是模仿中国式的设计。除了刚才看到的二之丸庭园，还有本丸庭园和流清园。尤其是流清园，没想到秋色还挺美的，一起来欣赏一下。看这个二条城多大，城墙、护城河都有了。园林的设计也非常有气派。这个二条城的门票好像是1300日元，大概合到65人民币。现在看到的就是流清园，这边的树木品种非常多，也可以当作赏秋之地。不过二条城最美的季节还是樱花季。我这次在京都待了1周的时间，即使每天跑2-3个景点，仍然很多地方没有跑到。眼见着天气越来越冷，红叶都凋落了，打算离开京都去大阪了。虽然拍日本的旅游视频会有很多的非议甚至限制，不过既然来了，我还是想认真的拍一拍。另外，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凡是来过日本旅游的，感受都是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旅游吸引人的原因。作为旅游自媒体的创作者，我也仅仅是想通过自己的视角，把这个美丽的世界分享给大家。